Hi，我阿地，今日咧想講一個幾有趣嘅 topic，就係咧我早幾日咧過咗去生產力促進局去睇一個嘅展覽啦，當中係關於 IT 同埋關於錢嘅，即係一啲政府資助。咁咧我知道中小企咧應該對於資金嘅 topic 咧會幾有興趣嘅。今次咧我做咗個整合啦，哇！當中足足有7500萬嘅資助咧係可以申請嘅，唔好嚇親，我真係慳過條數係有7500萬嘅。咁我一陣間第一 part 啦，我會講下到底我了解到有啲咩嘢嘅計劃可以申請啦。跟住第二 part 咧就係抽一啲咧，我覺得中小企可以用，甚至我覺得一個 combo 嘅一啲位嘅。同埋第三 part 咧，我會講一個嘅計劃咧，係我差唔多我 stay 咗喺嗰度3-4個鐘啦。我有 around 2個鐘咧，都係喺個攤位嗰度係咁問佢問題嘅。咁我整理咗好多咧，可能喺 online 見唔到嘅一啲內容咧，係喺呢條片度分享嘅。所以記得留到最後啦。中意呢類型嘅 topic 嘅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呢條片。好，第一 part 咧，我講下到底有啲咩資助，準備咗少少貓字啦。所以咧，第一樣嘢咧就係一個1000萬嘅企業支援計劃，叫 ESS 啦，主要係做一啲科研項目啦。咁第二個咧就係700萬嘅 BUD 專項基金，俾你係去一啲海外嘅發展嘅。第三個咧就係100萬嘅前海青年創業資助。第四個咧就係呢個200萬嘅第三方物流服務供應商資助先導計劃。哇！呢個名超長，希望大家記得啦。第五個2000萬嘅智慧交通基金。第六個3000萬嘅回收基金，第七個60萬嘅科技券，第八個65萬嘅清潔生產伙伴計劃，應該係第9個啦。100萬嘅中小企市場推廣計劃，第10個200萬嘅中醫藥發展基金，同埋第11個就係25萬嘅 PAG 專利申請資助計劃。咁前後我大概了解咗11個資助計劃啦，但我估咧應該仲有啲可能嗰日我冇問得到嘅，大家咧其實可以上翻咧生產力促進局咧，佢都有一個網站，我會 list 喺下面嘅，佢會講有啲咩資助咧，你係可以去申請嘅，咁大家可以撳下面條 link 去再了解多啲啦。當中咧我自己覺得咧，中小企咧真係要學下點樣用 other people money 咧，係去幫你提升生產力嘅。咁咧先此聲明，我爭啲唔記得咗講呢樣嘢，我唔係做資助顧問嘅，千祈唔好揾我話幫手申請資助，因為我自己嘅心態咧，我覺得我想做服務供應商啊，所以咧我想真係生產到一啲咧可以對個市場咧係有價值、好有用嘅一啲 tools 或者一啲服務出嚟。好，咁戴咗頭盔啦，咁我哋講第二 part 啦。第一樣嘢咧，我覺得可以諗咧就係科技券。我暫時未為公司申請嘅，但係我都計劃緊去申請啦。因為咧，其實佢係講緊資助你75% 嘅錢嘅，即係譬如你個 project 係10萬蚊，你只係需要出25000蚊啫，其他嗰75000蚊咧係政府會去資助嘅。以我所知啦，科技券咧最主要咧就係你要用一啲 IT 嘅 project 係去做。然之後係可以提升到你生產力，或者提升到你個效率嘅，諸如此類啦。咁你先可以咧 entitle 咧係去申請科技券嘅。咁我有聽過嘅，可能有啲賣飛系統啦，即係可能我哋以前咧都用人手賣飛嘅，而家咧我就諗住轉做電子賣飛啦。咁呢啲賣飛嘅 system 咧都可以攞嚟申請 TVP 科技券嘅。咁第二個咧，我覺得都幾值得中小企去留意咧，就係叫做 BUD 專項基金。呢一個咧，其實就幾 focus 咧，係如果譬如咧，即係你想發展國內嘅 market，或者係你想發展佢指定嘅一啲海外 market 嘅話咧，其實你係可以申請呢個 BUD 專項基金嘅。佢可以資助到你開新公司啊，佢可以資助到你喺嗰邊請同事，或者請一個同事專係 for 呢個 project 啊，又或者係咧，你喺一啲為咗要 promote 呢一個新開嘅 market 嘅一啲支出咧，佢係可以咧申請呢個 BUD 嘅。不過咧就冇科技券頭先支援75% 咁多啦，佢就只係咧可以資助到你50% 嘅啫。咁咧，但係佢有一個好處嘅，就係咧佢呢50% 咧，佢最多咧個上限係每一個 project 資助到100萬嘅。咁頭先即係科技券嗰邊就未必可以資助到100萬啦，因為佢上限都得60萬。咁另外咧就係一間企業咧最多可以700萬嘅，即係咧，例如你有7個地方或者7個 project 諗住係喺海外嗰度 expand 嘅，咁呢7次咧你都可以咧係去申請。咁 EMF 或者叫中小企市場推廣基金有啲咩咧？咁呢一個咧以我所知咧就係好多人咧佢哋會申請咧攞嚟，譬如咧 say 搞展覽，
咁佢 claim 翻錢啦。喺香港嘅一啲 focus 海外嘅展覽，佢可以 claim 翻錢。又或者佢去到海外參加一啲展覽，係開當地嘅 market 嘅一啲展覽咧，都可以 claim 翻錢嘅。同埋咧，以我所知咧，你落喺海外嘅廣告費咧，即係無論你係 Google、Facebook 嗰啲廣告費咧，其實都可以實報實銷問佢哋 claim 翻嘅。即係有860萬嘅資助咧，其實中小企咧係可以問政府拎嘅。我自己覺得大家可以諗下啦，即係點樣用呢啲嘅資金咧去提升你自己嘅競爭力啊。咁另外咧，我仲覺得有幾個 project 都幾得意嘅，譬如咧，佢係一個係物流版嘅持續進修基金嘅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持續進修基金啦？咁咧佢係一個，譬如啲人嚟上堂，只要夠出席率，咁佢就可以資助嗰個學生80% 嘅。咁變相如果你係一個培訓機構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譬如個課程收1萬蚊，但係嗰個人只係需要俾2000蚊嚟上堂，變相咧其實對你 sell 課程咧係好有幫助嘅。咁呢個就持續進修基金啦，而呢一個咧物流業咧其實都有一個類似嘅計劃嘅，嗰個名咧就係叫做智慧及綠色物流專業培訓計劃。咁大家如果你係即係做物流嘅 project，你好熟悉物流，你可以教得到嘅，咁你都可以嘗試申請成為佢哋嘅機構嘅。咁好穩㗎，你認真諗下，即係如果有50個學生嚟上堂，跟住佢每個人俾1萬蚊，跟住佢到最後其實嗰個人只係需要俾2000蚊，但係你每個人收翻佢1萬蚊，咁你可以想象到條數係幾穩啊嘛。咁第二個咧，我覺得都幾值得諗咧，就係我花咗最多時間嘅嗰個部門啦，就係呢個前海青年創業資助計劃。佢哋 design 出嚟係一個 combo 嚟嘅，佢係同邊一個做 combo 咧？就係同呢個 BUD 嘅資助咧係做 combo 嘅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我之前已經聽過啲坊間嘅傳聞啦，就係話咧，如果你已經攞咗 BUD 嘅話，你上前海創業咧，其實譬如 BUD 資助額係有100萬嘅，佢可以俾翻另外100萬俾你。咁某程度上咧，你要開拓國內嘅 market 咧，係100% 嘅資助嘅。所以咧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。如果你係即係你公司嘅董事咧，有一個45歲以下嘅人，咁佢持股比例咧係高過25%咧，咁你公司咧基本上就 entitled 㗎。仲有第二點咧，就係你公司咧唔可以註冊超過5年嘅，呢個都係一個好 strict 嘅一個規例嚟嘅。咁第三點咧，我嗰陣時同佢傾咗好耐偈咧，佢就話佢哋要睇啲咩資料咧？其實佢只係要睇你 BUD 個 contract 咪批咗，同埋 BUD 咧係咪真係入咗數俾你咁樣。咁所以咧，基本上就係你申請到 BUD 就差不多等於咧前海俾埋呢嚿錢俾啦。不過咧，佢上限就唔係700萬嘅，佢每間公司咧上限最多都係100萬。如果你有心咧想發展國內嘅 market 嘅話咧，記得諗下用唔用到呢一個 combo 啦咁樣。咁咧，哇，講咗好多啦咁樣，咁我盡量咧都唔好講到太興奮啦咁樣。因為咧我有時咧我發現咧，即係大家好容易咧就會因為有資助，所以想做嗰樣嘢。但係我自己咧其實幾覺得啊，即係如果我哋只係靠資助去做咧，其實好難做得大嘅一間公司。資助咧係幫我哋咧可以喺冇錢嘅時候咧多啲 cash flow， 然之後咧可以幫你 build up 你公司 build 得咧更加有競爭力，同埋咧尤其是而家都叫做經濟低迷，我哋可以用到咧 other people 嘅 money， 令到我哋咧可以公司上面有更多嘅 improve。呢個咧我覺得係我哋用資助最核心嘅嗰樣嘢。我盡可能咧將我揾到嘅所有 link 咧，我會擺晒喺描述欄嗰度嘅，大家可以喺描述欄嗰度撳入去佢哋官網了解更加多嘅。多謝大家睇到呢度啦。最後咧，我想講少少即係感受嘅咁樣。我覺得咧，有時候有一啲嘅方法咧，佢係一個捷徑嚟嘅。捷徑咧唔一定係錯嘅。咁但係咧，有好多時候咧，我哋唔可以淨係靠走捷徑，我哋都需要咧有啲嘢係長時間經年累月咁去經營，先可以咧做啲嘢咧可以做得越嚟越實，做得越嚟越好嘅。呢個就係我對於資助嘅睇法啦。咁中意呢條片嘅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，我哋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